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等候那城，住在帐篷。主日聚会中的一首诗歌说道，他等候一座城，却住在帐篷里。这里的他是亚伯拉罕。虽然知道他过着住帐篷的生活，但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还是很有感触。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，让亚伯拉罕愿意一生住在帐篷里等候呢？从小被世界的价值养大，我们对生活的第一考量都是我的生存、我的安全、我的享乐。在这样的观念里，我们维护自己、供应自己、满足自己、建立自己的城。这是该隐离开神之后，为着生存所建立的城的延续。然而，当神的呼召临到了亚伯拉罕，他从那个为着自己的拜偶像的城里出来了。是什么驱使他从自己建造的舒适的安全中走出来呢？他不是无端的出走，而必定是尝尽了城中的虚空和干渴，在极深的痛苦和失望中，听见并且回应了神的呼召。所以在人看来，居无定所、没有基本保障的住帐篷的生活，对他来说却是宝贝，却是拯救。他是被一个更美的家乡所满足、供应和吸引。就如这首诗歌所唱的，城，城，荣美城。有谁会写出这样的歌词呢？然而，作诗的人好像在那一刻没有别的可以说了，只是因为从远处看见那座城，就赞叹于它的荣美，并且欢喜迎接。他不由自主地唱那个神与人的住处，新耶路撒冷，并且对神说，盼望能在你城中，与你永为伴。我想诗人必定体会了在该隐的城中的腐朽和绝望，而认识了亚伯拉罕当日的心情，而因着看见属天的新耶路撒冷，得着了美好的证据，就起来有目的的奔跑。这个对属天的家乡真实的享受，让他不求地上的房屋，而只在意神的住处。虽然还在地上跋涉，也常有失丧，可是一想到那城，还是不禁的歌唱，因为在信心中，这座城这样真实，所以他可以说，一生的道路虽崎岖，却必定不会长。亚伯拉罕的一生也是我们的一生，亚伯拉罕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盼望，盼望与神永为伴，也愿意住在帐篷里，与神一同在地上做客旅和寄居，等候那一座城，那个神与人的住处，新耶路撒冷。这是亚伯拉罕在地上生活的秘密，也是历世历代因着看见这个美好的意象的人共同的生活。这样的人不是独自在地上做客旅并且寄居，是主与他们一同住在帐篷里，客居此地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